人家用少林功夫欢迎你，你用枪，没礼貌。一群和尚穿梭在遍地尸骸中，寻找一息尚存的活人，也带走冰冷的尸骨为他们诵经超度。他们眼中满是慈悲和不忍。这时，两队身着不同军装的人疾驰而过，前者穷途末路，后者步步紧逼。和尚们再一次亲眼见证了杀戮。时值军阀割据的动荡年代，华夏大地满目疮痍。少林寺众僧在方丈的带领下，广开佛门庇护百姓。然而军阀的铁蹄却踏破了这方净土。恶名在外的司令后杰带着副官曹瞒无所顾忌冲进少林寺，搜寻逃脱的军官霍龙。后杰深谙斩草除根的道理，哪怕霍龙已然认输投降，双手奉上藏宝地图，后杰仍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了他。后杰拿下登封城，满城百姓夹道欢迎。另一个军阀宋虎也来到了城门口，但他并无半点恭喜之意，话里话外尽是揶揄。看到后杰的女儿楠楠后，还单方面提出要定娃娃亲。后杰虽有不满，但面上却没显露出来。宋虎是大，两人也是20几年的兄弟，撕破脸不会好看，暂且就当他是口无遮拦。后杰回到家，两个洋人带着最新的全自动机枪来和他谈生意，机枪威力十足。洋人提出80架可以白送，条件是后杰同意他们在登封城修铁路。后杰闻言当场下了逐客令，这样做无疑是开门迎贼。曹瞒还欲再劝，后杰一把拽过曹瞒抵在墙上，恶声恶气地表示等他当了大哥再替自己做决定。后杰暴躁多疑，对待除了家人之外的所有人无一不是喜怒无常。拿了霍龙的金子，后杰愈发夜不能寐，觉得宋虎在谋划着吃了自己，于是拼着20多年的兄弟不做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以定娃娃亲为由邀请宋虎在中岳楼吃饭，同时让曹瞒安排好杀手，准备借此机会先除掉这个后患。中岳楼两家交换了更帖，宋虎也在饭桌上开诚布公说这登封城自己半分都不要，全由后杰说了算。这大哥也是个奇人，没有那个意思，非要整得好像有那个意思。这两人一个嘴上不饶人，一个疑心病重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了20几年的兄弟。这时宋虎收到密报，得知后杰有埋伏，他让双方家眷先行离开，质问后杰为何要这样做。这时外面传来喊杀声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后杰开枪打中宋虎，没成想埋伏好的江湖杀手也不准备放过他，二人显然都中了曹瞒的计。宋虎帮后杰解决掉一个杀手，让他快走。看来后杰真的错怪了这个兄弟，可惜为时已晚，顾不得多想，后杰只能边打边寻找妻女。此时妻子和楠楠已经走散，后杰逃出来后就看到楠楠被马车撞倒一旁，他快速上前抡起斧子解决掉2个杀手，随后便抱起女儿驾着马车逃走。阿弥陀佛。曹瞒的杀手所降图穷追不舍，后杰抱着楠楠一起滚落悬崖。待追兵退去，穷途末路的后杰来到少林寺寻求帮助。他上次来还是意气风发的跋扈司令，如今却只是个悲痛欲绝的父亲。楠楠小脸苍白，不住打着冷战，竟能拿来银针热水和药品。但楠楠早在被马车撞倒时就内脏破裂，如今更是回天乏术。后杰的妻子闻声而来，他是被偷偷出去行侠仗义的静海和静空救回来的。即便到了最后一刻，懂事的楠楠还在劝后杰不要打架，不要生别人的气。说完这些便再也没了力气，任凭后杰怎么呼喊也还是闭上了眼睛。妻子埋怨后杰杀人太多，这才害得女儿替他枉受报应。后杰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失去理智般大闹着要众僧救人，如若不然就杀了所有人，最后在一通棍棒教育下晕了过去。醒来后的后杰拿着一把砍刀要去报仇，结果却神志不清，掉到了悟道和尚用来抓野猪的陷阱。悟道是少林寺的主犯僧，性格却不似别的僧人那般严肃，他将后杰扔在陷阱里好好冷静，等他不那么急躁才将他救了上来。彼时妻子已经离开了这片伤心的，后杰也料理了女儿的后事。一夕之间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后杰不知该何去何从，便有心皈依佛门。因为罪孽深重，杀人无数，众弟子并不愿意接纳他。方丈自然也知道后杰眼下只是万念俱灰，并非大彻大悟，但佛家讲究广结善缘，断然没有将人拒之门外的道理，便答应让后杰暂时留下。自此之后，后杰便留在了少林寺，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悟道的伙房帮忙，端着馒头给百姓们分发。后来也被大师兄竟能接受，跟着大家一起练拳，偶尔还帮着方丈一起治病救人。以静养心，以武修禅，后杰总算放下了心中的仇恨，皈依佛门，法号净觉。与此同时，曹瞒打算协助洋人在邙山修铁路，他打着商量的旗号叫来各方军阀，见反对之声不绝于耳，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武力胁迫众人站队。修建铁路的消息传遍了全城，后杰潜入施工的打探，在场监工的军官认出了后杰，恐惧他从前的威名，纷纷逃走。工人们告诉后杰，修建铁路只是个幌子，曹瞒为的是帮洋人挖国宝换取武器。为了不将事情传出去，每次完工都会有一批工人被灭口。现如今曹府就关着一批等待处决的工人。听完这些，后杰眼底浮现出痛色，他放走这些工人，并拉回了地上的尸身。后杰还活着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曹瞒带着重兵来到少林寺，后患不除，他心难安。后杰提出救人要紧，他先拖住曹瞒，
大师兄则带着2个师弟尽快赶往曹府解救工人。后杰表示，只要曹瞒撤了兵，自己就跟他走。曹瞒疑心并不比后杰轻，他将方丈吊起来看押，带着后杰回到他原来的家。曾经的后府被曹瞒装成了皇宫，看来他的野心远不止割据一方那么简单。不多时，后杰的妻子被押了上来，简单杀了他，难消曹瞒心头之恨。他要让后杰看着妻子死在面前，说着便将女人按进了水缸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曹瞒部下来报，一群和尚闯入府中，放走了工人，抢走了国宝。曹瞒得知这一消息，也顾不上后杰，命人枪毙夫妻2人，便带着人匆匆赶回曹府。没等部下开枪，净空带着僧人赶到，2人这才转危为安。曹瞒回到府中，此时院内只剩净能和锁将图还在缠斗。净能将师弟们一一推出院外，随后转身抵住了大门。曹瞒掏出枪朝扭打在一起的2人扣动了扳机，似乎也没打算让自己的手下活着。净能一脚踹开锁将图，自己生生挨了2枪。曹瞒如同丧失理智的饿狼，拔下枪头的刺刀，将净能钉在了大门上。就这样，他替师弟们守住了生门，自己却入了死门。这时，悟道靠着常年炒菜和面的功夫，带着寺里的小和尚们成功救下了方丈。不多时，后杰和师兄弟们也带着被解救的工人们回到了寺庙中。众人知道曹瞒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于是还来不及休憩整顿，方丈便让百姓们尽快收拾东西进山避难。果不其然，还未等大家安全撤离，曹瞒带着人就炸开了寺门，大批官兵涌入寺中。后杰让悟道带着乡亲们先走，静海和方丈紧随其后，自己则和其他师兄弟留下断后。庙中没了往日的宁静平和，众人在佛前大开杀戒。武器的好坏不在于它本身，而在于握在谁手中，是用它杀人害命满足私欲，还是用它制止杀戮保护众生，在于每个人的选择。后杰想劝曹瞒停下恶行，但他始终不为所动，哪怕饶过他一次，也像头狡猾的狼一般，时时在想着反扑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洋人带着大炮来到寺庙外，红口白牙的说僧人们抢走了属于他们的宝物。强盗总是这样，喜欢颠倒黑白，也正应了后杰的话，这些外国佬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，用我们中国人的命赚我们中国人的钱，还要抢走我们老祖宗的东西。人话是一点也不说，人事更是半点也不做。寺庙中炮火连天，净海和净空先后战死，方丈也在掩护乡亲们撤退时惨死在敌人枪口。炮弹炸毁了阁楼，曹瞒被巨大的威力扫落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后杰拉住了他。随着又一枚炮弹落下，一根房梁被砸断，后杰一把推开曹瞒，自己却被压在了房梁之下。曹瞒难以置信地看着后杰，接二连三的炮火袭来，后杰的身体像一片落叶般飘飘荡荡，滑落到了佛像的手中。于他而言，这或许是最好不过的归宿。僧人们很快发现了外国佬的存在，一拥而上将他们斩于刀下。炮火终于停了下来，寺庙归于平静。这平静之下不是祥和，而是废墟和遍地尸骸。曹瞒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，他想问为什么，可是没人能给他答案。一场大雨倾盆而至，雨水冲刷着台阶上的血迹，也冲走这里的罪孽。后杰用自己的命度化了曹瞒，他自认曹瞒的因是自己种下的，便也亲手还了这个果。而活着的曹瞒，他身上的罪孽将用后半生来洗刷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